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近日，苹果正式推出了 iPhone 15系列新品，而作为国内高端手机市场的佼佼者，此次新品的发布正赶上了华为的新品的强势回归，双方的竞争自然会引起不少消费者的关注。那么 Tiger 就来带大家从几个主要的方面看看，同价位华为、苹果新品谁更值得买。两款目前均为5999元的手机，我们拿出进行对比。屏幕方面 ，Mate 60为 6.69 英寸，120赫兹第二代昆仑玻璃屏幕 ，iPhone 15为60赫兹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。相比来看，苹果的色彩显示会更好，但6000元的手机还是没有高刷，有点说不过去了。高刷的感知会更明显，所以华为体验会更好。从屏幕亮度来看，苹果户外峰值亮度可达2000尼特，华为实测激发状态下，局部最高也来到了1550尼特，表现均为优秀水准。配置方面，相同价格下，华为提供 12GB 加 512GB 存储组合，苹果方面仅为 128GB 内存。就存储来说，华为更胜一筹。再来看处理器，苹果搭载的 A16 处理器，华为搭载了麒麟处理器。就性能来看，苹果 A16 处理器要高出不少。影像方面，华为5000万加1200万加1200万3摄镜头模组，苹果方面为主摄4800万像素的双摄，可以看到华为全焦段覆盖的更好。充电续航方面，华为支持66瓦有线加50瓦无线充电以及反向充电，苹果仍为最大30瓦有线和最大15瓦无线充电，华为体验更好，速度更快。外观和手感，苹果仍采用上代产品的外观，华为则采用标准对称圆设计，主观性较强，各有所爱。重量方面 ，iPhone 15此次重量为171克，华为 Mate 60为209克左右，并且两款机型均为握持舒适性做出了一些改变，苹果在重量上略胜一筹。解锁体验，苹果支持 3D 面部解锁，华为并未搭载 TOF， 所以仅支持面部解锁加指纹解锁。华为解锁方式更多样，苹果的解锁则更快速。系统方面，鸿蒙系统相比于 iOS 会有更好的本土化更新，包括质感支付、随动表情等特色功能比较有趣。iOS 简洁程度会更好。就卫星通讯来说，华为 Mate 60的北斗双向卫星通讯在国内的可用程度会更高。华为此次还搭载了灵犀通讯和方舟引擎，日常使用信号更好，体验流畅性也有保障。综合来看，这两款相同价位机型的对比，华为在特色功能方面优势较大，苹果在性能方面较强。在6999元档的两款机型为 iPhone 15 Plus 和华为 Mate 60 Pro，这两款机型主要是在前面两款机型上进行升级。华为方面，华为 Mate 60 Pro 相较于标准版变成了等身4曲屏，并且加入了 TOF 传感器，支持 3D 人脸识别，并且支持隔空手势。有线充电升级为88瓦，镜头模组升级成了5000万加1200万加4800万像素，支持卫星通话。苹果方面差距就比较小了，屏幕更大了，变成了 6.7 英寸，电池变大了，续航更长了，其余方面则没有变化，但机身重量也来到了200克以上。对比来看，华为依然在功能性和日常体验方面更胜一筹，苹果依然保持着性能的领先。华为方面还暂未公开 Mate 60 Pro 加的具体售价，但其相较于 Pro 版本的升级并不小，运行内存升级至 16GB， 支持双卫星通讯，也就是天通卫星通话加北斗卫星消息。镜头模组升级成为4800万加4000万加4800万的镜头组合，但是重量也来到了225克左右。iPhone 15 Pro 方面升级就比较大了，支持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技术和全天候显示，使用了钛金属边框，升级成为了3摄镜头模组。最重要的是，此次 Pro 版本搭载了 A17 Pro 芯片，为全球首个3纳米制程工艺的芯片，性能不俗。重量由于钛金属的加入，来到了187克，但是屏幕较小，仅为 6.1 英寸。可以看到，在该价位产品中 ，iPhone 15 Pro 在质感和性能方面有了不小的提升。华为在处理器性能方面现在还是有些差距，但特色功能也进行了升级。对比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华为在7000元以下的产品是有较强竞争力的，但7000元以上价位，华为产品与 iPhone 15 Pro 系列对比时，可以看到距离 iPhone 15 Pro 系列在性能方面还是有些差距的。这两个系列的手机都是顶级的产品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购。Tiger 要说明的是，此次对比是基于相同价位的两家厂商机型的数据层面的简单对比，详细对比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